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佛历11月下初8，万象阵雨24到30摄氏度。今天是佛日，希望各位观众能够牢记佛陀教诲，勤修戒定慧，远离贪嗔痴。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3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3基普，跌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1.7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0.09基普，涨幅 0.01%。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1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4基普，涨幅 0.1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318.8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22.12 点，涨幅 1.71%。开盘 1296.39 点，最高 1321.82 点，最低 1268.18 点。成交量89万6700股，成交金额12亿2077万2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760基普，交易量9万1400股，其次是联合发展银行和老挝电力。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联合发展银行，收盘价9200基普，交易额7亿2865万基普，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老挝电力。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514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16万基普，涨幅 0.36%。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0月8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50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28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779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越柬三国军队举行第2次跨部门协同救灾演习。10月13日，老挝、越南、柬埔寨三国军队在万象南洪水库训练场举行了第2次跨部门协同救灾演习。老挝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赛斋贡马西少将，越南第4军区副参谋长范文勇大校，柬埔寨最高司令部训练局副局长龙金田大校等3方代表出席。赛斋贡马西少将对本次演习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演习比以往更出色，指挥指令清晰果断，各单位行动衔接流畅迅速，陆上救援队动作扎实逼真。他代表总指导委员会对三国军队的努力表示衷心赞扬。他强调必须严格、清晰、果断地执行各单位的指令，确保行动灵活迅速，特别要加强各单位指挥中心的协调配合，并确保所有行动100%安全。2. 沙湾拿吉省销毁逾200万粒麻黄素及多种毒品。10月14日，沙湾拿吉省举行毒品销毁仪式，纪念第24个国家禁毒日。省长本忠乌本巴瑟主持，副省长坡塞凯坎皮通出席并讲话。泰王国驻沙湾拿吉总领事和省内各界代表参加。副省长指出，毒品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民族未来和家庭关系的巨大危害。他介绍了过去1年的禁毒成果。省戒毒中心共接收1679人，治愈1169人。警方共侦破565起毒品案件，逮捕890名嫌疑人，缴获麻黄素、冰毒等大量毒品和武器。本次销毁的毒品中，仅麻黄素就达239万8144粒，此外还包括冰毒、大麻、海洛因等多种类型毒品。3. 占巴塞省将举办2025年老挝古运飘香活动。占巴塞省将于10月15日至11月5日在巴瑟市友谊购物中心举办2025年老挝古运飘香文化活动。该活动由省文化与旅游厅、占巴塞大学、中级美术学校和友谊购物中心合作举办，旨在保护老挝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和文化，并推动当地旅游业发展，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友谊购物中心副经理宋贤波阿维塞介绍，
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民族服饰小姐选美、火炬表演、传统乐器演奏、艺术表演以及绘画、陶器、手工艺品展览。此外，还将举行复古摄影比赛、击鼓比赛以及手工艺品展销等，这些都将体现老挝古代传承的习俗和文化。4. 易金与老挝发展银行签约，担保额度增至1500亿吉普。10月13日，老挝发展银行与易金公司举行签约仪式，将易金公司的担保额度在原有1000亿吉普的基础上增加到1500亿吉普。工贸部国内贸易司司长山迪苏彭沙瓦和老挝发展银行行长丰绍木端猜出席见证。易金公司董事会成员马尼湾帕米西女士表示，易金是老挝首个24小时线上黄金交易平台。此次增资旨在适应平台用户和交易量的持续增长，并符合政府关于电子黄金交易服务活动的监管要求。他强调，增资是为了建立信任，最大限度地保护用户权益，确保运营符合标准，体现了公司将老挝黄金行业推向国际水平的真诚和责任。5. 公安部后勤局长视察拳击队备战全国运动会。10月13日，老挝公安部后勤总局局长努庄贡通丹少将视察了公安部运动队在国家训练中心的备战情况。公安部体育技术委员会主任彭提潘塔冯中校介绍，公安部将派出131名运动员参加本届万象运动会的15个项目。目前集训点集中了拳击、老挝传统拳击和摔跤3个项目，所有运动员已准备好争夺金牌。拳击教练表示，拳击队将派出4个级别的运动员参赛，并定下夺得2枚金牌的目标。努庄贡通丹少将对运动员们的努力表示赞扬，并要求他们保重身体，刻苦训练，力争在运动会上取得胜利，为公安部赢得荣誉。6. 中央军区联合工厂组织集体劳动。10月14日，中央军区联合工厂组织干部和战士开展了集体劳动活动。此次活动由工厂副厂长本塔匹马来送中校领导，旨在加强工厂专业建设，巩固内部团结，并维护营地环境。劳动内容包括清扫垃圾、清理道路和工厂大门前的排水沟，以及清理鱼塘，以保持环境的整洁美观。7. 3名老挝人在泰国抢劫出租车司机后被捕。10月13日晚，泰国警方在曼谷逮捕了3名老挝籍青年男子，他们涉嫌在拉卡姆亨44巷抢劫一名69岁的出租车司机温先生。3名嫌疑人承认合伙抢劫，他们供述入境泰国10多天未找到工作，于是决定抢劫出租车司机弄钱。他们轿车进入巷内，随后勒住司机的脖子，抢走财物、手机和现金，并殴打了司机。得手后，他们逃离现场，并将抢来的物品以800泰铢典当用于开销。目前，泰国警方已将3名嫌疑人移送回马警局进行调查和依法处理。8. 占巴塞省巴瑟市居民家中惊现大蛇。据占巴塞省红十字会紧急救援队报告，10月14日早上7点23分，救援队接到民众求助电话，请求前往占巴塞省巴瑟市诺沙旺村一户居民家中帮忙抓蛇。救援人员立即出动，在该居民家中发现一条长约120厘米的水蛇，随后救援队将其捕获，并在远离居民区的自然环境中放生。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